美国不值得为台湾而战，因为台湾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是非常严重的。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台湾的未来，提出了全新的弃台论，给美国那些激进的反华政客上了一课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先生。近日，中美高层代表在 G20 峰会期间就台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较量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甚至警告称，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，一旦处理失误，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、全局性的破坏。这就意味着，一旦美国玩拖把了，中国将不惜以美国掀桌子。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玩两面手法，中国已经看穿了美国的伎俩，因此美国政府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了。就在这个当下，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大卫·保罗·戈德曼在《亚洲时报》发表文章称，美国不值得为台湾而战，因为台湾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是非常严重的。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台湾的未来，提出了全新的弃台论，给美国那些激进的反华政客上了一课。戈德曼指出，台湾作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，将会在未来50年内逐渐消失。台湾地区现在有2300万人口，出生率只有1.15%，而中国大陆虽然也因为人口问题被炒作，那么总体出生率却在1.69%。如果说中国大陆的老龄化还要有较长的路要走，那么台湾已经几乎走上了绝路。按照联合国的统计，到了2050年，由于台湾地区的老年人数量激增，100个工作人员要养活80名老年人，这比同期大陆要高出2倍。与此同时，台北的房价是平均工资的31倍，而大陆的多数城市要小于20倍。从人口和经济的角度来看，台湾地区的前景黯淡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中国大陆为了解放台湾，已经准备了几十年，已经积攒了数百枚反舰导弹和反卫星导弹，更不用说它还拥有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。五角大楼的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·马歇尔曾在2015年表示，中国的东风21D 导弹可以击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。那么估算下来，美国胆敢支持台独，他就需要动用航母和中国作战，然后全部被东风21D 摧毁。那么接下来，美国只能选择与中国进行相互攻击对方的城市了吗？问题是，美国还没有人会疯狂到这个程度。美国的极端政客或许有支持打仗的想法，比如把5万亿美元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，但前提是美国本土不会受到威胁，美国的城市不会遭到武力的攻击，否则的话，美国的普通人会答应这些极端政客的主张和做法吗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台湾地区因为人口的下降，重要性也会降低，而争夺台湾对美国来说，就是为争夺最小的利益而付出最大的牺牲。他们本身是一个没有光明未来的地区，这就注定了美国不应该为其冒险。不要忘了，美国还有部分政治精英认为，更喜欢看到中国的崛起，而不是中美之间爆发战争。美国军队的高层甚至已经到了把不与中国开战当成是奋斗的目标了。戈德曼的观点有点新意，但是人口下降是美国放弃武力干涉台海问题的关键吗？并非如此。美国的政客是不希望中国统一，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想利用台湾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，将中国的军事力量封锁在近海。一旦中国军队发展到能够超越美军的时候，那么所有的战略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将毫无用处。美国的战略专家不断提出的弃台论，
其实就是给美国政府在未来放弃支持台湾一个合理的理由，或者是一个合理的下台的台阶。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理由，那就是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拥有绝对的意志统一台湾，这里面包括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的方案。问题是，美国有这样的决心和意志吗？美国还有能力在中国的近海以中国军队来一场正面较量吗？对于美国的政客而言，在未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放弃支持台独，这才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选项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